西山基地下面埋着数千具死尸，尸气浓郁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如果不是穿着作战服，还有花花这样嗅觉敏锐的灵，张毅他们也不敢贸然下去。张毅凭借地图的指引，迅速赶到了位于第二生命舱末尾的仓库，里面储存着食物和其他生存所需的重要物资。仓库的一角被一大片蓝色的油布所覆盖，看不清楚下面有什么东西。仔细观察后，张毅发现钢筋的边缘露了出来，这是建筑材料。我知道了，这是用来修补西山基地的材料。张毅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他们需要打造一道坚固耐用的防线来保护云雀庄园，而这些材料恰好是必不可少的。之前张毅还在考虑从哪里获取这些材料，现在却直接在西山基地找到了一堆钢筋和混凝土，被堆得像小山一样高，这并非夸张之言。如果以庇护所的规模来考量的话，这里的材料几乎可以盖出2层地下室，这些都是军工级别的好东西，不管是盖房子还是搞工程都无比坚固。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材料来修筑防线了，刘大叔高兴地说道。张毅二话不说，将这些材料全部收进了自己的异空间里。至于仓库中的其他物品，种类繁多，简直说不完。总之，他们将一切都收了起来。在仓库的深处，他们发现了几间专门储存食物的房间，里面堆满了罐头，还有一些高档的食品。对于张毅来说，这些食物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，但既然来了，就不拿也是白不拿。清理完仓库后，整个西山基地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张毅留恋的东西。虽然还有一个第一生命舱没有搜索，但那里的防御级别不亚于庇护所。张毅暂时没有好的方法来强行突破，而且根据庇护所的信息介绍，那里主要是陈锡年的居所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物资。虽然也许会藏有他的一些秘密，但对于张毅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于是他们就迅速离开了西山基地。在他们准备离开西山基地之前，张毅重新把那些碎石取出，堵住了西山基地的入口。徐胖子双手散发出淡蓝色的光芒，周围的风雪声越来越大。突然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徐胖子的手势下释放出来，大地和山坡上的冰雪如同雪崩一般涌来，全部涌入了西山基地的入口里面。长达上百米的通道瞬间被堵得严严实实。从此之后，除了张毅他们之外，任何人想要进入搜查都将难如登天。张毅驾驶着车子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。哎呀，我居然忘了告诉梁月，他今天不用来找我了。梁月只能两手空空回到徐家镇。在经过陆江时，他看到了几个女人和孩子在江面上破冰外泳，这让他深感震撼。在徐家镇，成年男人们都死在了西山基地，只留下了一些女人、老人和孩子。当梁月看到他们时，他感觉到了一种麻木的氛围，仿佛他们已经变成了行尸走肉，只是为了活着而已，毫无其他意义。这个场面让梁月想起了自己的学生们，那些年轻有力的人，却不及这些妇女、孩童和老人愿意为生存而付出的努力。张毅说的没错，我确实过度保护了他。梁月感慨地叹了口气，他揉了揉饿得咕咕叫的肚子，下定了决心。这一次回去，他决定与学生们摊牌，让他们走出舒适区。梁月回到徐家镇学生们生活的屋子，尽管徐家镇的房间很多，但他们都挤在一起，这样能抱团取暖。甚至在晚上睡觉时，女生们也会主动钻进男生的被窝里，因为男生们的体温更高。这种情况持续下去，关系变得愈发混乱。学生们看到梁月两手空空的时候，顿时着急起来。梁老师，你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？梁月向大家讲述了今天的情况。张毅临时有事，不得不离开一天，所以食物也就没有了着落。大家跟我一起去抓鱼吧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学生们的情绪顿时被点燃了起来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就算他出去了，其他人难道也都不在吗？他可以把食物留在家里啊。张毅这个人真是太不可靠了。学生们饥肠辘辘，一听说没有食物，便立刻开始抱怨起来。梁月心中有些不悦，但仍然保持冷静，耐心地给大家鼓励。不管怎么说，张毅已经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可能早就死在西山基地了。而且他和我之间的交易也是公平合理的，他并没有亏欠我们什么。大家不应该总是想着去指责别人，而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这些困难，获取食物。梁月费尽心思地教育着学生们，但他们似乎并不领情。一听说要让他们自己动手劳动，女生们立刻开始哭闹起来。梁老师，上次我去捕鱼的时候，手都弄破了，现在伤口还没好，疼得我难受。这种事情我们真的做不来呀，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渔民。一个女生突然抱怨道，还不是因为杨欣欣和陆可然太自私了。我们都是多年的同学，但是他们却只顾着自己享受，完全不顾及我们。他们只要跟张毅求钱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有机会住进那个温暖舒适的庇护所。这声抱怨如同开启了某个开关一般，一下子把矛盾引向了杨欣欣和陆可然。羡慕、妒忌、憎恶等情绪开始在学生们心中生根发芽，加之残酷的生存环境，学生们的情绪不断升温，而杨欣欣和陆可然也成为了他们发泄情绪的对象。虽然陆可然和杨欣欣并没有亏欠他们任何东西，但是老话说得好，不患寡而患不均也。他们感到不公平的原因是，他们每天都在挨饿受冻，而杨欣欣和陆可然却可以住在豪华的大别墅里，享受着温暖的暖气和热乎乎的食物，睡在柔软温暖的大床上。这两个人真是太卑鄙自私了。我2年前还请过陆可然喝过奶茶呢，现在他竟然不愿意帮忙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瞧你说的，我们家和杨家还是远房亲戚呢，杨欣欣竟然没有想起我，真是一个自私的女人。听我说呀，当初我就说这2个女人不是好东西，现在看来我看人还是很准的。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攻击的目标，立刻变得兴奋异常，就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鲨鱼，
他们猛烈地抨击着陆可燃和杨欣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两人跟他们有杀父之仇一样。梁月听得目瞪口呆，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学生居然不分青红皂白，毫无底线地去诋毁自己的同学。这些所谓的贵族学院，江南顶层社会的贵族子女，所谓的高素质人才，现在看来就跟社会上的无赖没什么两样。他下定决心不再纵容这些傲慢自大而又幼稚的学生。大家静一静，我有一件事要宣布。梁月高声喊道，周围的人立刻安静下来。梁月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，缓缓地说道，接下来我要去庇护所了，和陆可燃、杨欣欣他们一起生活。他的话让房间里的人们都沉默了下来。突然，一个女生激动地说道，梁老师，我们要去庇护所生活了吗？太好了。他的思维确实有些奇特，也许在他的观念中，梁月一直都是一个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、没有个人私心的女人。梁月没有等到其他同学跟着欢呼，就大声说道，不是这样的，过去的只有我一个人，你们要继续留在这里，学会靠自己的能力生活。张毅已经答应了我，每天可以提供10人份的食物，我也会每天给你们送过去。不过，如果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但如果食物不够，你们就需要自己动手解决了，我不会再惯着你们了。学生们面对梁月严肃的表情，有些难以置信，他们都想不通，之前对他们那么好的梁老师怎么突然变了。一个女生带着哭腔说道，梁老师，你不能就这样丢下我们不管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是啊，梁老师，你怎么可以只想着自己舒服，让我们在这里受苦？这么做也太自私了吧。梁月紧握着手中的唐刀，坚定地咬了咬牙，毅然转身离开了学屋。学生们惊慌失措地追了上去，拼命呼喊着，如果梁月真的离开了，谁来照顾他们呢？人们总是在失去之后才能意识到珍惜，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挽留梁月。梁老师，我们错了，您不要离开我们好吗？一个学生恳求道。是啊，大不了以后我们在抓鱼的时候不再偷懒。另一个学生也跟着附和道。见梁月毫不动容，一个男生咬紧牙关，大声喊道，是您带领我们去西山基地，也是您带我们出来的，您就这样放弃我们吗？这难道是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吗？梁月的身体突然颤抖了一下，他的瞳孔收缩，满眼都是难以置信和痛心的表情。原来他默默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却得不到他们的理解，甚至还被他们认为是害了他们的人。梁月深吸一口气，目光坚定地加快了离开的步伐，再也不理会身后学生们的哀嚎和祈求。西山基地里的武装直升机、坦克、战车、火炮以及各种武器弹药被张毅打劫一空。回来之后，立马把所有人召集到客厅，开启了作战会议。张毅先是把今天在西山基地遇到的事情简述了一遍。我们在基地入口碰到了2伙人，结果发生了冲突，说不定对方势力会报复过来，甚至其他势力也会趁机争抢地盘，从而与我们发生战争。所以各位现在还不能够太过安逸，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，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。众人纷纷点了点头。虽然有其他势力的介入有些出乎意料，但并没有让他们太过惊讶，毕竟在末世之中，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张毅望向杨欣欣说道，那就让欣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势力的情报吧，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哪些是潜在的敌人。西山基地的情报显示，整个天海市还有4个势力能够对基地构成威胁，这4个势力中有3个和西山基地一样，是位于避难所中的势力。让我先从这3个避难所势力开始介绍。第一个势力是阳盛区的基地，他们掌控着天海市最大的炼油厂，因此能源是他们最大的优势。阳盛基地的领袖是一位名叫萧红炼的艺人，虽然他的能力还不明确，但疑似与火焰有关。他的副手叫诸葛蜻蜓，能力是风，具体的能力目前还不清楚。第二个势力位于潮屿区的基地，靠近东海，控制着天海市所有船运公司的船只。根据西山基地的情报，他们甚至可以利用大型船舶出海。听到这里，张毅突然打断了他的话，等等，星星，这种时候能够出海吗？现在是2月，正值最冷的季节，整个陆江都被冰封了。大家都对这个疑问感到困惑，不解地看着杨欣欣。杨欣欣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，此时他的学霸优势展露无遗。没错，一部分近海区域可能会被冻结，但是深海是不会受到低温影响的，尤其是靠近赤道的地方，温度更高，洋流会带来赤道周围的暖流，再加上海底的火山，所以要将整个海洋冻结是不可能的。即使温度下降100度，全球表面被冰封，厚厚的冰层下仍然存在水流。陆可然补充道，海水的盐分非常高，本来就不容易被冻结，再加上他们有破冰船，只需将船停在深海区域，就能避免被困在冰层中而抛锚了。众人这下终于恍然大悟。张毅思索了一下说道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岂不是可以出海捕鱼，或者去赤道附近更温暖的地区生活？杨欣欣点了点头。根据如今的温度来计算，赤道附近大概在零下20-30度，对于当地的土著来说是灾难，但相当于东北的冬季，人类还是能够生存下去。他翻了一下电脑，根据西山基地的情报记载，他们主要依靠海洋捕鱼以维持生计。不过由于船舶需要大量能源，因此他们和阳盛基地之间有着利益往来。这2家也是天海市几大势力之间走得最近的。张毅凑过去瞥了一眼电脑，看到一个熟悉的标志，蓝色的海浪，这是他们的基地标志吗？杨欣欣点了点头，没错，每个避难所都有自己的标志，毕竟他们最初都是由政府建造的。这下解释通了。张毅想到自己之前遇到王瑞轩等人时，他们身上那与西山基地相似的作战服，唯一的不同是胸口标志不是金色的粒子，而是蓝色的海浪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杀的是朝雨基地的人。
杨欣欣继续进行介绍，未定海市招羽基地的负责人，关于他的资料几乎没有，甚至无法确认他是否是艺人。他的副手陈警官也是如此，没有任何相关资料。据了解，招羽基地的主要战场是大海，所以他们与其他基地的接触相对较少。由于他们可以从海洋中获取所需的食物，而船舶本身也具备很好的抗寒能力，所以他们与其他势力之间的冲突并不频繁。张毅心中默默嘀咕，现在跟我可是有冲突了。最后一个避难所是青浦区的4大避难所之一，它坐落在天海青浦钢铁集团的钢铁厂附近，目前被钢铁厂的工人组织控制着，领头的人名叫刑天，这个名字有点霸气，所以不确定是他的真名还是代号。如果一个人的网名叫刑天，那将是好物，但一个人真名叫刑天，那就是绝无。杨欣欣带着一丝调侃的口气说道，对了，关于他的能力有一些记载，貌似他能够影响周围人的力量，让他身边的人变得更强，但是具体的细节没有详细记录。杨欣欣无奈地耸了耸肩，由于末世来临的时间很短暂，各大势力也不敢轻易发生冲突。根据黑暗丛林法则，他们也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特异能力，所以彼此之间的情报非常有限。杨欣欣继续说道，和西山基地不同，其他3个基地的控制者都是通过武力夺权，消灭了最初的高层并取而代之。不过他们没有军队，只有武装组织，所以在战斗素养上与西山基地相比有一定的差距，这一点非常合理。在末世中，秩序已经崩坏，拳头才是硬道理。在4大基地中，只有陈锡年是个例外，因为他没有特异能力。他之所以能成为领袖，完全是因为他手下的林峰是个忠诚而又固执的艺人。3大基地，如果算上西山基地的话，基本上每个基地都掌握着一项非常关键的战略资源。朝雨基地掌握着船运，阳盛基地掌握着能源，西山基地掌握着军队，而青浦基地掌握着钢铁厂。实际上4大基地里面，西山基地的作战能力才是最强的，毕竟西山基地拥有最多的武器，并且掌握着最精锐的部队。徐胖子拍着自己的胸口说道，现在我心里轻松多了，其他3个基地就算再强，也比不上掌握军队的西山基地，我们连西山基地都能打下来，还怕他们什么？张毅笑着说道，现在最大的未知数就是那些艺人了，如果可以避免冲突的话，最好还是尽量避免吧。梁月好奇地问道，星星，你之前说过一共有4个大势力存在，除了这3个基地之外，还有哪个势力存在？众人突然想起来，杨欣欣还没提到第4个势力。徐胖子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惊慌，难道最后一个势力会是最强的？杨小姐，你难道还隐藏着一个大势力？众人闻言都不禁紧张地望向杨欣欣。杨欣欣扫了一眼众人，淡淡的回答，并不是因为这个势力更加强大，只是因为它有一些特殊性质。他按下回车键，跳到了下一个势力的情报上。拜血教是一个在末世后成立的宗教性组织，它的前身是天海市的一个小组织神理教，教主袁空业是华国和霓虹国的混血，末世后觉醒的异能，初步判断他的能力被称为赐福，可以帮助其他人觉醒异能，而且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。张毅的脑海当中轰的一声，过去的记忆开始涌现出来。刘大叔曾经和他提到过拜血教的存在，刘大叔的表情也变得严肃。他亲眼见过拜血教的成员，而且他们还亲眼目睹了赐福觉醒的例子。以前这个世界上居然存在着如此强大的异能。梁月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他还记得自己获得异能的时候，是在濒临死亡的边缘，才勉强抓住了那种感觉。而房间里的其他人获得异能的方式也都是在濒死状态下。然而那个名叫袁空业的人竟然可以直接帮助他人觉醒异能，仅凭这种能力，他就可以招揽无数强大的艺人成为手下。张毅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。如果这样看的话，拜血教的实力真的太可怕了，而且它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，以帮助他人开悟、觉醒异能为条件，一定会吸引到大量的艺人。也就是说，拜血教有着无限的成长潜力。众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脸上都露出沉重的表情。杨欣欣继续细数，末世之后，神理教改头换面，成为了拜血教，将袁空业尊为教主。他自称是血神在人间的化身，他声称这场大雪是血神为了净化人间，只有真诚信仰拜血教的信徒才能幸免于难。拜血教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天凤和长兰2个区域，他们手下拥有大量的艺人，具体数量尚不清楚。在西山基地的情报中，他们被标记为非常麻烦的对手。张毅双手交叉支撑着下巴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，天凤区和长兰区是天海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方，在这2个区域传教，可以迅速扩大拜血教的规模。毕竟在末世中，宗教发展的速度最快，人们都渴望在精神上得到进步。然而除了人口众多，这2个区域并没有其他核心资源，按照这个趋势来看，那里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。张毅略带疑惑地问道，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维持生计的？吃饭和取暖，这是保持生存的最基本条件。避难所有大量的储备物资，张毅也是早有准备。他们到底有什么资源支撑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杨欣欣也无法给出解答。他摇了摇头，我得到的情报就这么多，每个势力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他们有自己的方式来获取食物，也或许他们吃肉呢。张毅点了点头，说得对，我怎么能忘记这么重要的食物来源呢？因为他平常的生活质量太好了，所以有些不知人间疾苦。这种来自国外的邪教肯定会采用各种方法来洗脑教徒，比如说那些肉是圣餐之类的。在杨欣欣的介绍下，大家对天海市规模最大的几个势力都有了初步的了解。
在经过一番讨论后，他们得出了结论：无论天海市有多少势力，他们都必须做好迎敌的准备，打造好坚固的防线。最后则是由张毅拍板，给出了最终的定论。总之，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有2项：首先，我们要以云雀庄园为中心，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，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敌人做好准备。其次，我会和可然一起出去，寻找修复庇护所所需的材料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人都不得擅自行动，更不能离开庇护所周围，以免碰到了其他势力的探子，产生不必要冲突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张毅却并没有说出来，那就是他们在西山基地入口时，已经消灭了朝雨基地的1人和普通士兵，因此现在的宁静和安逸肯定会提前结束。他不提，刘大叔和徐胖子也很有默契的没有提起，他们都认为张毅是为了稳定庇护所众人的心态。实际上，张毅是给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埋下的暗线。